秦晨的强横让场间众人如堕冰窖，仅仅一瞬间，便有20几人横飞而出，有的骨断筋折，有的五脏移位，落地后便彻底瘫软，呻吟不断。秦晨舒展着猿臂丰腰，举手投足间庞复一头人形蛮兽，每一拳轰出都带着风雷之声。围攻者们寒毛着竖，他们发现眼前的铁牛与其说是武者，倒不如说是从太古走出的凶神。那股无形的力量压迫，甚至让几位半步武帝都感到灵魂在颤栗。天空中的朱安之更是不断吞咽唾沫，他终于意识到，刚才秦晨那戏耍般的逃窜，根本是在扮猪吃虎。莫要被他唬住，他真元有限，我们联手耗死他！有人嘶吼着为众人壮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为了在姬家立足，这群门客只能硬着头皮再度发起冲击。秦晨长笑一声，不退反进。他心中冷静如水，刻意将修为压制在半步武帝层次，甚至舍弃了那些标志性的神功，仅以纯粹的肉身力量与战斗一时，将这场围攻当作磨砺自身的试炼场。一时间，鬼魅般的身影在人群中穿梭，伴随着密集的骨裂声，又是20余人吐血抛飞。秦晨下手极有分寸，虽让对方重伤倒地，却未取一人性命。毕竟他深知姬家的强者此刻定在暗处窥探。果不其然，姬家深处的议事厅内，姬道元与姬位长老正凝神注视着这场骚乱。看着秦晨那堪称艺术般的暴力美学，长老们的神色由惊愕转为狂热。一个能在半步武帝境界便是同阶如草阶的天才，其价值甚至可能超越了旭东升，简直是上苍赐予姬家的瑰宝。够了，受死吧！眼看手下溃不成军，朱安之终于按捺不住，他浑身黑芒大盛，如地狱魔神般俯冲而下。不仅是他，旭东升麾下隐忍许久的另外几名半步武帝也同时爆发，数道足以撕裂苍穹的劲气锁死了秦晨所有的闪避方位。得罪续手，只有死路一条。数名顶尖半步武帝联手，后方更有数十位武皇施展秘法加持。这种程度的能量洪流汇聚成一股足以毁天灭地的必杀意志，连一旁的姬如日与紫云仙子都感到呼吸停滞，身体机遇崩裂。他们自忖，若是异地而处，哪怕是普通9天武帝在此，恐怕也会落得各重伤垂死的下场。面对这足以移山填海的合围一击，秦晨眼中冷芒如电，战意却在这一刻攀升到了顶点。可秦晨面对漫天攻势却面不改色，怒吼一声：“来得好！”浑身绽放古铜色光芒，竟硬生生冲入战团。他体内真元激荡，幻化出一口古钟虚影，悠悠钟声伴随惊雷之音，护住周身。朱安之等上百名强者合力一击，虚空剧烈震荡。秦晨体表的雷霆古钟虽被轰得凹陷崩碎，但他本人已被无尽华光与烟尘淹没。远处观战的姬家长老姬道元连连摇头，叹其太过鲁莽，竟敢以半步武帝之躯硬抗足以让9天武帝暂避的合击。就在众人以为秦晨必死无疑，朱安之等人准备庆功之际，烟尘中突然爆发出一股荒古凶兽般的恐怖气息，一股无形力场瞬间席卷开来，将出手的上百人悉数禁锢在半空。随后，这股力量如蛮兽横冲直撞，将100余名强者震得鲜血狂喷，骨骼碎裂，悉数瘫倒在地，失去战力。秦晨浑身血气冲天，如战神般走出烟尘，冷声警告众人不得再让旭东升觊觎其媳妇，随后潇洒离去。此战震惊姬家上下。姬道元意识到秦晨是千年难遇的妖孽，严令姬如日物必与之深交。然而，秦晨的强势表现也在姬家高层引发了激烈博弈。在家族会议上，姬道元的大哥姬道陵以来历不明为由，极力反对让秦晨进入祖地。他怀疑秦晨是墨家派来的奸细，意图破坏姬家根基。姬道元则反唇相讥，认为墨家不可能牺牲嫡系天骄墨千元的手臂和众多大道果实来演这场戏，更不可能将这等绝世妖孽送往敌营当卧底。两兄弟针锋相对，各执一词。姬家大长老高做首位，在两人的争执与诸位长老的议论声中，目光明灭不定，整场权力漩涡正围绕着这个自称铁牛的野人徐徐展开。姬道元在会议上神色从容，直言若铁牛真能以半步武帝之躯击败旭东升，便足以证明其绝世天赋。他更搬出姬家老祖坐镇祖地的威慑力，强调任何人经过祖地洗礼，都将绝对效忠姬家，绝无背叛可能。面对这番说辞，大长老最终力排众议，拍板定案，只要铁牛胜出，便给予其进入祖地受洗的机会。姬道陵虽满心愤恨，质疑此举会让二房势力做大，却也只能甩袖离去，寄希望于旭东升能将这狂妄的野人彻底击溃。与此同时，秦晨在房间中布下禁制，陷入了深层次的闭关。他惊觉在吸收大量大道果实后，体内规则竟产生了玄之又玄的异变，整个人仿佛要与天地融为一体，身体甚至出现了规则化的征兆。这种前所未有的状态让他既震惊又困惑，明明已触摸到9天武帝的门槛，却偏偏被一层无形障壁死死卡住。为了寻求答案，秦晨冒险进入乾坤造化玉蝶，向老袁请教。老袁端详许久后，
大胆推测，秦晨此时的状态极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天生道体。这种体质天生与规则相融，本应静静一日千里，但秦晨的情况更为特殊。他先是融合了代表一魔大陆规则精华的血魂精魄，随后又吞服了蕴含天武大陆规则的溶道草，两大世界的规则在他体内交汇变异，才形成了这具后天成就却又古怪至极的道体。尽管老袁也无法解释为何秦晨迟迟不能突破，但他断言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造化。一旦跨入5帝境界，秦晨必将迎来一场惊天动地的蜕变。这番对话让秦晨原本焦躁的心境渐渐沉淀，隐约间捕捉到了某种突破的契机。秦晨心中隐约有一种强烈的直觉，一旦跨入9天5帝境界，他体内那融合了2界精华的奇异道体必将引发一场翻天覆地的蜕变。在确定身体的异状并非坏事后，秦晨索性放开手脚，继续疯狂吸收大道果实。原本平常武者撑死只能炼化2-3枚的稀世神药，他竟一口气吞下了近30枚，直到身体彻底与规则融合，感知灵敏到连天地律动都清晰可见，才堪堪停下。虽然突破9天5帝的最后一道关隘依旧牢固，但他另辟蹊径，开始由规则反向推演底层奥义。这种常人眼中大材小用的尝试，反倒让他对力量的本源有了更深邃、更极致的体悟。眨眼月余，秦晨在房间内闭关的近乎无聊，而外界早已风起云涌。旭东升代表姬家在战场上横扫墨家，凯旋而归，声威一时无两。与此同时，姬家正式发布通告，将选拔杰出天骄随旭东升进入祖地受洗。虽然选拔名额对外来者的硬性门槛是9天5帝，将秦晨明面上排除在外，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野人入祖地的唯一路径就是亲手打碎旭东升的不败神话。眼看洗礼之日将近，旭东升却迟迟没有主动上门，秦晨索性不再空等，直接打上门去。当他再次踏入姬家驻地，那些曾被他只手镇压的武者无不脸色发绿，如剑问我。朱安之心中憋屈，妄图报仇，却被秦晨随手一掌拍飞，依旧如稻草人般不堪一击。秦晨负手而立，目光睥睨全场，冷声喝令旭东升滚出来献矮。还真是狂妄，本少莫去找你，你却非要来送死。随着一声冰冷彻骨的嗓音响起，人群如潮水般分开。旭东升缓步走出，他黑发如墨，身披幽冷森然的铁甲，眉宇间透着一股视众生如蝼蚁的漠然与高傲。这位姬家名声最盛的天骄5帝，双眸冷厉如刀，周身杀气凝如实质，正与秦晨那如战神般的血气隔空对峙。一场引动整个姬家瞩目的巅峰对决终于拉开了序幕。